今天又进大山里来了哈，里边有人居住啊。这有条小道，然后这里有电线拉进山里，然后这里这些都是以前的土地啊，现在丢荒了。咱们到这个山里边去看一看啊。这边种有一些玉米，这个玉米地里有很多的李子树。今年这个李子还不错呀，结的虽然少，但是比较大颗。这个路上呢，也都全部是杂草，就走的人特别少嘛。你们有没有听到山里的鸟叫声？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啊！这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这个应该是以前搞的养殖场。这是大门，大门也关闭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其实也是一个中型的养殖场啊，养猪的，专门养猪的。为什么我看得出来是养猪的呢？这边有一些门关起来的，然后一小格一小格的。它这个一小格里面大概是喂2头到3头的猪。这个养猪场是废弃在这里的，看上边的这个瓦呀，也都是许久没有翻盖了。估计这个养殖场呢也丢在这里好几年了吧。因为这个地方呢从山脚下上来呢并不是很远啊，大概走路10分钟就能到这里。它这个养殖场修这么大又废弃了，还挺可惜的。那儿咱们还看到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哈，这个电线就是拉到他家去的。然后这里有一大块玉米地，这个玉米感觉长得很好啊，不知道是山下的人种的，还是山上这一户人家种的。说实话呀，朋友们，这个大夏天的，在这样的草丛里边走啊，确实是有点提心吊胆呀。因为这2天呢，这个蛇呀什么的也比较多，山里边。这里还种了一些叶子烟。吃饭没得谁？吃饭没得呀？还没有。就你们2个人住在这里啊？这里面还好吧，很少有人来哟。路都长死了，对呀。你在搞哪东西嘛？洋芋啊？我要自来多来炒一次。哦，你自己种的了嘛？哎，自己种的。这一土全部是你家种的啊？种的粮食那些是我种的。哦。原来等于你们这上面应该不止你们一家哈？原来不止一家。现在等于全部搬出去的。好大年纪喽？70多嘞。70多嘞。贵姓呐？你们这儿？我姓刘。姓刘哈。哦。这个山里面现在就是你们一家噻？好多都搬出沟去了。都出沟了哈。就是我家来的。这个叔叔他们呢，是30多年前才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的哈。他们以前也是居住在平坝区，那么因为分给他们的土地啊，在这个山里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呢，就为了方便住土地，然后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。在那个年代啊，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啊。我相信在未来呢，这个土地也是非常值钱的。说到这里呢，我想问一下各位80后的朋友啊，你们有多少人是有土地的？反正我是有哦，还不少。所以呀，我要是没办法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回家种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地种啊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蓬安县啊，在我身后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上千的摩崖石刻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，据说是唐代的时候刻上去的，哇，非常的久远哈。我们今天就打算上去探秘一下。咱们从这个山下走上来，现在已经走在这个山梁上了，到那儿呢，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。走这个路上呢，要特别的小心，这些都是野刺啊。
一不小心呢就会把腿挂伤，所以在这个山上来看这种野景点呢，也是非常的难啊，这个路也难走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上都绑有红布啊？那是当地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徒步爱好者，他们来了之后呢，就绑了这个红布，就是怕后面有人来呢，他们容易走迷路，所以说呢，就跟着这个绑红布的这个树往山上走呢，就不会错。走到这个山梁上呢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哈，蓬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造像。这个牌子是1988年公布在这里的，距今1400年的摩崖石刻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1400年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，在这山野之间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。这个地方呢，咱们已经看到了佛龛，也就是以前的那个摩崖石刻。咱们还要继续往这边上，那儿拴有红布，还没有到达那个崖壁的位置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千佛寨的寨门了。大家看看这个地形啊，非常的险峻，属于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。那么我们走到这儿呢，就能看到一些摩崖石刻了。看看这个刻的一个什么造型，一个圆拱门，下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抠进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当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也会放一个佛龛，只是没放而已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，做有一些毛笋的一个结构，有一些孔洞啊。那么这个崖壁上呢，刻有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一面崖壁从这个寨门走过去呢，那边就是千佛寨了，就是上千的这个佛像的摩崖石刻啊，非常的震撼。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，是一个三体大佛，然后正好在这一片崖壁的头部的一个位置啊，然后特别的大。那么是一个弥勒佛，这个应该是弥勒佛啊。上边呢他们有盖一些这个瓦片，然后可能是防止风化。那么这一尊弥勒佛看起来也是挺帅气啊。那么这边的佛像呢，全都是镶嵌在这个岩体上的，大大小小的有上千。那么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，可能有些地方呢看得不是很清楚，那我得用无人机给大家展示这个视角。我们过了寨门之后呢，就来到这个崖壁的一侧，然后看看这里也是一个佛像，那么也是镶嵌在这个岩石上的。包括这边也有2位啊，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石刻距今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啊。包括上边这一个佛像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反正是很高啊，这个有10多米啊，有10多米高，哇，特别震撼啊！全部都是镶嵌在这些崖体之上的。这里这个神像呢，他手上好像拿着一根鞭，是不是拿的打神鞭啊？咱看不太清楚。头部呢已经被这些藤蔓给网住了，是否这个石门里面是有玄机的？因为大家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下方全部是这个大青石的条石，经过石匠来打磨之后呢，把这下边给封住的。或许这一道石门里面有什么秘密，咱也说不准哈。这边好像是一个古墨啊，镶嵌在这个崖壁底下的岩体中的，上面写有玄妙蓬瀛，是吧？然后这些雕刻非常的精美，顶部那儿还放了一个葫芦，两边是2条龙吗？这个古墨呢，据传说是一个姓黄的道人，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啊，一直在这个千佛寨上修道，
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啊，人们都称他为黄老道。后来呢，黄老道过世以后啊，就葬在了这个石磨里边。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黄老道过世几十年之后啊，千佛寨下面的一个叫朱光泽的农民呢，就跑上山来，竟然将黄老道的这个墓室给打开了。往这个下方走了3个台阶呢，就看到一口棺材。打开棺材呢，发现黄老道的这个尸体呢，竟然还没有腐烂啊，须发雪白，鲜活如生啊，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。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右侧这里啊，就是被盗过的痕迹。那么是从这个地方开之后，从这儿进去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视野，为什么这个千佛寨上有这么多的佛？为何又要把这些摩崖石刻刻在这一座崖壁上呢？想必大家看到前方的场景就应该明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俯瞰河山的感觉。看一下整个下方，一躺平，就是我们身后这里有一座高山崖壁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佛像刻在这儿，它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崖壁的下方呢，是有一个庙宇，里面呢有一些菩萨呢是供奉的，石刻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大家拍来看看。但是供奉的菩萨呢，咱们是不能随便乱拍的哈，只能给大家拍摄这个石刻的一个部分。我们在这个庙宇旁边的空地上啊，有看到2张石桌子。这个石桌子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，而且大家注意看啊，咱们现代人坐的桌子呢都是4只脚。但是它这2张石桌子呢，都是3个石头顶住的，而且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个石桌子竟然没有配凳子。据说在晋朝的时候啊，这里发生过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啊，在个山下有一个人啊，拿着一把斧子到这个山里来砍柴，到了这个崖壁下呀，就发现这个石座旁边有2位老人呢在下棋。他就在这里看他们下棋，等老人下完棋，问王字：“你怎么还不去砍柴呢？”说完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但是砍柴的王字呢，这才想起来要去砍柴。谁知道他低头一看呢，手中的斧子和木柄呢都已经腐烂。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。当下山走到村里面，才知道已经过去了100多年，让我们不禁感叹。真是山中一日，世上已千年呀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啊，就这一面小小的石壁上，就刻了非常多小型的这种佛像，一整面都是。就这一面的话，应该也是好几百了啊。这一片大家看看。这一片也是跟那边的形态差不多，但是这一片呢，可能雕刻之后还没有进行上色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整体的一个形态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这个就是上千年前的一个杰作，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风化了，因为以前的话它并没有盖这些瓦片。这个山上呢，咱们还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木屋，2个呢，那边也还有一个房子。咱看一下这个房屋呢，也是非常多年没有人住了，整个已经快要倒塌。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呢，本身也住有几户人家啊，然后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是吧？公路也没有通上来，所以呢，就整个搬走了。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房间里边，这儿是一个灶台，那么那边呢还有土墙，这边有很多的瓦片都是放这里的，那个就是以前的床了。然后你像这里走过去，那边还有一个房子，因为这里是荒凉的野路了，咱就不过去了，而且杂草丛生啊，也担心这些草丛里面会有小动物啊、蛇呀之类的，所以咱现在呢就只有往回走了。这个千佛寨的悬崖峭壁上呢，早有上千的大大小小的菩萨造像啊。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，可谓是名不虚传啊，真正的千佛寨。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啊，始早于唐代，经历了宋元明清啊前后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啊，现在
依然在这个深山中啊保存完好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我们从空中的视角看呀，这个地方选的也是非常的奇妙。前方呢是俯瞰大好河山的这种架势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山的后边，它其实是多脉相聚的一个地形啊。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顶这2栋房子的边上呢，有一口天池，看到吗？这个天池它是在山顶上的，而这个水呢是常年不干，这个天池也是深不见底的。在这个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天池，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，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啊。整个这些石刻呢，看去栩栩如生啊，虽然经过了1000年的洗礼啊，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它很清晰的这个轮廓哈，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见到上千年的这种摩崖石刻啊，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呢，仿佛1000年就是昨天，恍如隔世啊，真的有那种山中住一日，世上已1000年的这种感慨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